这年头，在中国，连救死扶伤的医生都快活不下去了。最近，一波史无前例的医院降薪潮席卷全中国，从北上广深的顶级3甲到县城2甲医院，几乎无一幸免。有的医生收入腰斩，有的干脆6个月发不出工资，更惨的是，有人月薪从1万直接跌到2000，连买个盒饭都得精打细算。来看看中国各地的惨状。先说上海，这个中国医疗最发达的城市。12月7号，上海医护圈子里炸开了锅，一片哀嚎声此起彼伏。最惨的降了 80%， 最幸运的也降了 15%。别以为这是哪家小医院，连3甲医院都打了7折。2甲医院的医生告诉我，他们的工资已经降了1/3，而且明年还要继续往下降。这些白大褂们除了要被降薪，还得被折腾，医院要求他们周6也得全天上班，搞科普、比赛、表演，整得跟演员似的。一位上海宝山社区医院的医生苦笑着说，年收入比去年至少少了2万。虹口区社区医院更惨，少了6万。杨浦区的护士也在感叹，少了5万都不止。这些数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几个冰冷的数字，但对医护人员来说，这意味着他们辛辛苦苦读了10几年书，最后连个体面的生活都保不住。但这还不是最惨的，有个理疗师的遭遇简直让人不敢相信。从今年3月开始，他的工资直接腰斩还不够，一下子从月薪1万降到2000。你们能想象吗？在上海这种城市，一个专业的医疗人员月收入只有2000块钱，连个房租都付不起。上海2乙医院一位医生无奈地说，现在连过年过节的钱都不发了。周边的3甲、3乙医院基本都打了7折。大环境不好，所有人工资都在往下降，医院怎么可能例外？更可怕的是，现在倒闭的医院都不少了。再看看安徽的情况，简直比上海还惨。一家3甲医院的医生在网上发帖求职，有没有儿科诊所需要医生的？我们医院工资半年没发了，想出去挣点钱养家糊口。这帖子一出来，底下全是同行的共鸣。一个毕业1年的年轻医生说，医保那部分钱是医院垫付的，现在医保不给医院钱，医院就没钱发工资。我的绩效工资都拖了好几个月了，现在已经想啃老了，还想转行。这话说到点子上了，因为病人都是刷的医保，但医保没钱给医院结算，说是额度用完了。而且越大的医院越容易受影响，因为大医院的治疗费用相对更贵，检查手段也多。有个装修行业的老板看到这个消息都惊呆了，太魔幻了。现在儿童医院人山人海，一个感冒家长要付几百块起步，但干活的儿科医生发不出工资，医保年终就没钱了。我的天，那养老金还能指望吗？确实，这个问题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根据官方统计，光是一个广东省头部3甲医院的医生收入就普遍下降了 30% 至 50%。深圳的一位3甲医院外科医生说，从8月份开始，他们的绩效工资就减半了，而基本工资扣完五险一金，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。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医护人员的生存困境。比如广州妇幼医院一位刚入职的病理科合同工，7月份入职，12月份到手，工资只有400多块。这还是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，一位专业的医学人才，月收入连个农民工都不如。人家读书的时候可能做梦都没想到，有朝一日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吧。一位老医生说得好，就像医保是甲方，医院是包工头，我们医护就是农民工。甲方不给钱，包工头垫不起，最后只能克扣咱们这些打工人的工资。这话虽然难听，但说到了问题的关键。我们先来算一笔账。
就拿广东省来说，前几天一名广东省级3甲医院的医护人员爆料，他们上个月的薪水只有原来的65%，这个月更是直接砍到了50%。不管你是有编制还是没编制，都得跟着降。像药房的员工，每个月到手的工资连1万都到不了。可是大家想想，3甲医院病人那么多，天天人满为患，怎么就会没钱呢？有知情人士透露了一个猛料，原来广东医保现在基本见了底。为什么？因为广东把一大笔钱都拿去支援其他省份的医保了，尤其是山东和黑龙江那边。这不就等于挖东墙补西墙吗？更扯的是，很多医院一边喊着没钱发工资，一边还在大兴土木。有广东的医生就吐槽说，医院说没钱，但一直在扩建，搞这个那个，还要搞什么胸痛中心，装修都搞了好几年了，钱都花到哪去了？再看深圳的情况，深圳的一名3甲医院医生在网上发帖说，我们医院2-3个月才发一次工资，一次就发几千块，人在不断的挣扎，看不到希望。明明读了这么多书，却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。数据会说话。根据财新网的报道，在中国的公立医院里，医务人员的薪酬结构是这样的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的比例大约是3-7开或者4-6开，也就是说绩效工资占了大头。现在医院对准的就是这个大头下刀。我们再往下看更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21年度数据，在中国5456家2级医院中，有 43.8% 的医院都在亏损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有2400家2级医院都在赔钱经营。这还是2021年的数据，现在情况只会更糟。医保部门也在想办法开源节流，但他们的做法让医生们叫苦不迭。一位江苏的医生说，医保现在变着法子找理由罚款，说什么检查结果不够详细就不能开某个药，医生的临床经验算个屁，各种文书要求一大堆，一个没签完整就扣钱。有四川的医护人员也证实，医院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。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加上检查扣款，医院负债累累，有时候收了病人的钱还要被倒扣。因为现在搞这个 DRG 付费改革。这个 DRG 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说白了就是医保局定了一个3年计划，到2025年底，所有医院都得按病种分组来收费。表面上是为了控制医疗费用，实际上就是要把医院的收入都给封顶了。更要命的是，现在的医院连药品供应商的钱都还不上了。有网友爆料说，你们医院好歹还有工资发，那些给医院供货的药商才惨了，就因为给医院送药，货款收不回来，都快破产了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中国有超过3000家药品经营企业倒闭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平均每天有将近10家药企在倒闭。这哪是什么医疗改革，简直就是在把整个医疗产业链往死里整。更让医护人员心寒的是，各地的卫健委还公开表示医院要过紧日子。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甚至专门开会研究怎么过紧日子。这帮当官的是不是觉得医生护士不用吃饭，不用还房贷？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连3甲医院这样的印钞机也会陷入困境？表面上看是医保资金短缺，但深层次原因其实是人口断崖式下跌带来的连锁反应。我们先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2023年，中国出生人口只有902万，比2016年整整少了一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曾经一床难求的妇产科现在门可罗雀，产科医生们的工作量直接腰斩，收入自然也跟着暴跌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今年中国已经有超过200家医院关闭了产科，这些产科医生要么转行，要么直接失业。
有个上海的妇产科主任说得好，以前一天接生7、8个，现在2、3天才接生1个。年轻人不生，我们这些产科医生也快要下岗了。但更要命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。现在3、4线城市的年轻人都往大城市跑，留下一堆老年人。这些老年人看病舍不得花钱，能拖就拖，实在不行就买点止痛药硬扛。一位基层医生说，现在来看病的老人，光问价格不问疗效，恨不得几块钱就把病治好。数据显示，现在3、4线城市的医院门诊量平均下降了40%，而且基本都是慢性病老年患者。这些患者1个月可能就开100多块钱的药，医院收入自然就上不去。而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，又出现了另一个极端。深圳某3甲医院院长透露，现在深圳医院数量严重过剩，远超过实际需求。为了抢病人，医院之间打得你死我活。而且因为经济下行，很多打工人失业后没了医保，小病也不敢去医院了。来看一组数据对比，2019年时，深圳市3甲医院的日均门诊量是3000人次，现在降到了1800人次。住院病人更惨，从原来的95%的床位使用率降到现在的65%。这么大的缺口，光靠降工资能填补得了吗？有人说这是医改的阵痛期，但我看是把医生往绝路上逼呀。现在好多医生都在转行卖保险、做直播，还有人干脆跑去开滴滴。一个学了10几年的专业人才，到头来连个送外卖的收入都不如，这不是在糟蹋人才吗？更可笑的是，有些地方政府还在喊着要建新医院、搞医疗中心。我就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现有的医院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建那么多新医院有什么用？不就是为了刷政绩、骗上级拨款吗？一位医生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让人心酸。昨天一个老病人跟我说，大夫你的黑眼圈好重。我笑笑没说话，他不知道我已经3个月没发工资了，晚上还要去送外卖。所以说啊，现在的医疗系统就像是一个生了重病的病人，表面上看着还行，其实已经病入膏肓了。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，这个行业迟早会垮掉。到时候遭罪的不只是医生，更是中国老百姓啊！最后提醒大家一句，现在外面都在传什么医改红利、医疗降费，听着挺动听。但我问你们，当一个医生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他还能安心给你看病吗？当一个医院连发工资的钱都没有的时候，他还能保证医疗质量吗？表面上看是在给老百姓减负，实际上是在透支整个医疗体系的未来。这笔账算起来可就大了去了。我们拭目以待吧，看看这个冬天到底会有多少医院能挺过去。